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越战1975》。本作是 SNK 1990年出品的，距离现在也30多年了。游戏方式非常像动作射击游戏名作《勇士们》。勇士们的原版，还有红白机的移植版，还有它的续作《血兄弟》，我都给大家录制过了。二者的区别呢，是本作是一个强制卷轴的游戏，它的画面会不断的向右方移动。勇士们系列呢是一个固定卷轴的。我捡到了本作的一个武器喷火枪，喷火枪啊，它不能对空，射击的高度有限，举不起来呀，这个就不成。其他的道具呢，还有冲锋枪、分数、手雷、奖命等等。操作上呢，本作和勇士们也如出一辙呀，包括射击键、手雷键，还有翻滚键。翻滚键呢需要方向键配合，你按斜下的时候，它才会进行翻滚。翻滚的过程当中是无敌的，并且呢，翻滚是瞬发的。但是翻滚之后会有一点硬直，这个硬直呢，敌人可以打到你，所以说翻滚的时机非常重要。另外，如果你按翻滚键的时候，按左键或者右键，不按斜下呀，它就会向一个方向进行冲刺，可以进行快速的移动。但是冲刺的时候，人物是不无敌的。但是冲刺啊，它是没有硬直的，随时可以停下。所以说你就要考虑什么时候呢使用冲刺，什么时候使用翻滚。这里就来到了第一关的 BOSS 了。游戏的流程呢并不长，大概20多分钟就可以通关。这里的分数应该是涉及到奖命，所以说当年玩的时候呢，能减还是要减。BOSS 战就到了，这个 BOSS 应该是2个精英怪啊，并不难。他们2个呢会扔手雷，手雷是可以打爆的，这就在无形当中啊给游戏降低了一些难度。好，干掉了一个，捡到了超级手雷。这个超级手雷呢扔出去之后可以炸一片。另外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，那本作呢，毕竟它的背景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，所以说在一些过场动画呀、关卡的过程当中，会出现一些现实当中的组织标志等等。那么这样的地方呢，比如说过场动画的部分啊，我就给剪掉了。关卡流程当中的呢，我可能会进行遮挡。咱们救出来一个妹子啊，这个妹子呢会协助咱们进行射击，而且呢她是无敌的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你不要挂掉啊，你如果挂掉了，她就跑了。她的子弹也是很猛的，有个前提，咱们需要按连发射击，她才会射出子弹啊。按单发的话呢，她就憋住了呀。这个连发射击呢是我设置的。其实啊，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，当年街机平台的射击游戏，如果你有连发键的话，难度啊降低1半左右，因为你无需再分心进行连射了呀，按住一个键不松手，它就一直在那儿射。本关我还捡到了一个 RPG， 但是 RPG 呢，它的数量有限啊。虽然是一个范围打击，但是只有几发，用了就没了。好，这里一个小 boss， 大家注意这个 boss 的炮弹啊。那本作呢有一个比较奇葩的设定吧，就是炮弹的爆炸范围啊，伤害要小于它的贴图啊。这点呢对玩家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信息，就是它炮弹爆炸的时候，大概外边
1/4左右的烟雾部分或者火花部分是没有伤害的。我捡到了双枪啊，这是喷火。但这个炮弹呢，有一点啊，它的伤害持续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一点。就是它爆炸之后，火花都散尽了，还有一点烟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它仍然是有伤害判定的，这一点要注意啊。不同的游戏嘛，判定上都会有一些区别。如果你熟悉了，那攻略的时候呢，会得心应手一些。我们的 BOSS 啊，是一个飞机。我用喷火枪打飞机就不太得心应手啊，因为它射的低呀，举不起来。可以了，这回是普通的双枪了，这样咱们就举起来了。而且咱们旁边还有一个妹子做帮手呢，怎么会举不起来呢？这个飞机啊，它射击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每2波子弹或者说炸弹是瞄准一个位置的，这样咱们会有一个向它攻击的时机。啊，最后我和妹子是合体了是吗？好，这里有一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啊，它有的时候会给你其他的。注意，紫色的烟雾是有伤害的，这里是毒啊，别碰。这里就相当于一个奖励关啊。好，现在来到了飞机上。飞机上这里是敌人的伞兵，应该是向我开火呀，并不是飞行员跳伞，所以呢，我也向他攻击了。游戏的剧情上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那我后来也查了一些资料，我发现这款游戏的剧情啊，还是反战的啊，反对战争的。因为最后呢，它是一个双结局，根据玩家的表现吧，最终 BOSS 那里呢是无法接关的。如果你挂了的话，那等于就是对方胜利了，他呢会毁灭世界。但如果是你赢了的话，后面剧情会交代，你仍然会投入到无尽的战争当中去。所以说，这款游戏最后想表达的主题还是反战的，这点呢值得赞许啊。但是，我仍然啊有一个观点，就是游戏啊，你最好不要加入现实当中的题材。之前我玩《四国战机》的某一座的时候，也跟大家提到了。因为那里出现了双子大楼嘛，而且呢，那个楼竟然是可以打爆的呀，在游戏当中。这是本关的 BOSS 了，这看起来是一个运输机啊，非常的大。这里先打它的零件儿。其实这种超大的 BOSS 战呢，大家也都知道啊，就是一点一点打它的零件，然后最后呢打它的核心、引擎之类的。但是啊，我觉得这个 BOSS 战做的没有《雌虎战机》最终 BOSS 战那样精彩。雌虎战机最后打的是一个卫星啊。之前运输它的航天飞机组件就非常多，可能是出于年代的限制吧，本作呢没有做到那么精彩。那上面明显有几个炮台的位置啊，但是本作有一个细节啊，就是无论地面也好，或者对方现在这个大飞机也好，它是有战损的。咱们的子弹打过去啊，会把它的机身打出弹痕。敌方的小 BOSS 出现，这种其实不算小 BOSS 啊，小兵吧。
算是个精英怪。攻击方式呢只有手雷，这个其实就比较简单。手雷呢能打爆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引擎了。最后咱们要打这儿啊。但是很奇怪啊，这个镜头还要走一圈，这个就很耽误时间。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可以在鸡身上打出很多的分数。看一下还有没有了，还有几千分，不少啊。差不多了，引擎也是有炮台的，可以打了。一共4个炮台。这个炮弹啊，它飞行过程当中是没有伤害判定的，它只有爆炸的时候能炸到你。并且呢，本作的子弹都是由远及近的嘛，它穿过你也无法造成伤害，就是最后它到达你所在的卷轴的时候才会出现攻击判定。有轰炸机，咱们第3关过了，游戏应该是6关，流程上并不长。这里看起来是敌人的机场啊，或者仓库之类的。咱们的帮手又来了呀！有他在呢，可以协助咱们进行一下输出。这个妹子这么猛啊，是怎么被敌人抓起来的？轰炸机呢扔出来的导弹非常大，爆炸范围也比较广。这个可能是对方攻击范围最广的攻击方式了。注意躲一点就行，不难躲啊，因为它呢，炸弹扔下来，爆炸还有一段时间。咱们的火力也很猛啊，毕竟是2个人在一起射击，这搭配着来啊，干活就是不累。不管活有多少啊，不管这个劳动强度，干着就是不累啊。看到这儿呢，好像是要 BOSS 战了。对面又下来精英怪了，这个精英怪好像是摔死的呀。按它的强度啊，不应该这么2下就挂了。好像是把伞啊给打坏了。是的，它是摔下来的。这些手雷我感觉攒起来也没有用。那每过一关呢，它又会给你默认的10发了。好的 ，BOSS 战。这 BOSS 真的狠啊！扒在了直升机上，请停止你的双截龙行为啊！大家记不记得红白机的双截龙2代？第3关在直升机上打，主人公呢最后就是扒在了直升机上爬进去的。好的，坠机了，他跳下来了。这个货啊很猛，攻击方式也是扔手雷，但是呢一起扔3个呀，可惜比较脆啊。这是第5关了吧？已经马上要通关了。游戏其实是有一个原则的。
因为对面的小兵呢出现之后，他有一段准备的时间才会向咱们进行攻击。就是说，咱们呢优先消灭先出来的敌人，然后再消灭后出来的，优先消灭发射子弹的敌人，然后再消灭扔手雷的。手雷的威胁不大。传送带上的桶呢，爆炸的时候是会波及到咱们的，这个要小心一点。但是呢，如果是咱们打爆的，是可以炸到对面下排这些小兵的。前提呢是咱们打爆的，不是他自己炸的。这里出现了喷火的士兵，喷火的兵啊好对付，他们太呆了呀。大家看我这个连发箭，但这个连发箭呢，还不是特别快，因为脚还在移动啊，一边射一边走啊。连发箭如果极致的话，人物不应该动啊，就是站在那儿一直射。清掉了本关的小 boss， 这是一个天车呀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父母的厂子里是有这种车的。一般呢，开这种车啊，劳动的强度不高，所以说一般都会照顾车间里的女同志去开。但他这个车上装了2个破坏球啊，这就属于兵器了。BOSS 呢不远了。本关的 BOSS 啊比较多，是3个精英怪，手里还有人质啊。传送带上呢，一会儿会出现2种颜色的桶啊。红色的桶呢，就是个爆炸桶，但是紫色的桶爆炸之后会在原地留下毒物，这个毒物是不能碰的，碰了之后马上就挂。他们3个攻击方式其实不难，就是用枪来射击，但是这个毒桶啊要小心一点。咱们现在手里有枪啊，枪的伤害很高。好，已经打完2个了，3个。最后我还把这个妹子打了一下啊，不小心射到她的，因为我觉得过关了嘛，边上也没人了，所以就射了一枪。手滑呀，手滑才射的，不是射完了手滑。最后一关明显难度上升啊，好多的飞机，还有对面的精英兵，还有扔手雷的。最后一关也涉及到一个分支啊，就是剧情的分支吧。如果你把 BOSS 打完了呢，算是你好结局通关；如果没打完呢，就是坏结局。而且呢，无法接币呀。哎，这个设定很奇葩。行了，我又举不起来啊，又是喷火枪，太短啊。轰炸机的导弹炸的范围太广了。这里是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也是一样，每2波子弹射向同一个方向、同一个位置，让咱们有机会来打他，爆出一个奖命。我手雷不多了呀，只有2发了。前方不远啊，最终 boss 战。好的，咱们帮手又来了。但是帮手的射击方向啊，没法掌握呀。
他就是在扫射。这里给了枪，真的是决战了呀！分数也没少给。感觉这两个人的走路姿势好奇葩呀！这个女的也就算了，怎么我这个走路也这么扭捏啊？大家注意柱子上绑着的那两个呀，可以提前打。提前打的话呢，就少了一个最终 BOSS 的环节。他这个轮椅啊，这是装了多少炮弹啊？打到这儿啊，就不要胡乱的滚了。如果咱们先把后面那两个打了呢，就不用打他俩了，否则呢还要打一下。这两个也好打呀，攻击方式呢就是枪。打完之后呢，就要面对敌方的最终兵器了。最终兵器呢，只有两种攻击方式，一个是炸弹，一个是光球。而且呢，两种攻击方式都是指向性的。这里其实有一个技巧，不要等着完全没有炸弹了再进行翻滚，一定要等对面的炸弹最后的一两发扔在地上的时候翻滚躲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那其他需要注意的呢，就是炸弹的爆炸范围比它的炸弹的烟雾这一圈要小。所以说表面看炸弹很多，但还是比较安全的呀，没有想象的困难。这个光球啊，它的攻击范围也比它的光圈要小。我觉得呢，它就是一发子弹，只不过这个贴图啊画的比较大。好的，这样就通关了。来吧，通关之后呢，咱们可以不用顾虑敌人了，没有人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世界游戏《越战1975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